珠海航展上刚刚展出了疑似我国6代机的模型，关于我国6代机叫什么的问题也引发关注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万众瞩目的珠海航展终于正式拉开帷幕了。本届航展不得不说充满了亮点，新型高超音速导弹、隐身无人电战机、隐身无人战机、歼20等装备简直是让人目不转睛。新式装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曝光，同样也吸引了外媒的全程报道。但是熟悉航展流程的朋友们都应该明白，除了武器装备的公开展示，后续还有各型武器设计师们共同参加的发布会，他们将会透露新式武器发展的相关信息，这也是网友历年关注的重点之一。在此次航展上，中科院院士、歼20总设计师杨伟在出席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，歼20隐身战机身影已经遍布全国。网友解读称，这话的意思就是歼20隐形战机已经全部列装解放军各大战区空军部队。而放眼世界，美俄两国的隐形机也在部队进行升级改进，对于歼20来说也是如此。杨伟院士表示，歼20将不断强化各机型协同作战能力、陆海空体系作战能力，在延长线上升级装备之余，空军主战装备还会实现跨越式发展，歼30、歼40、歼50系列也将在未来出现。这是杨伟院士第一次提及歼20隐形战机后续系列的机型，引起热议。虎哥则认为，在歼20后面列装的新机肯定是6代机。从杨伟院士空军主战装备还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句话分析，未来的中国6代机在设计理念、气动外形、人工智能、武器装备上可能会与歼20有更多更明显的区别。而且相比5代机，6代机的作战性能更强，无论是多用途能力、飞行性能还是智能程度，都不是5代机可以轻易比拟的。目前能够确定的是，在6代机研制领域，中美两国毫无疑问是走在前列的，而欧洲和俄罗斯已经被远远甩在了身后。据称，中美的6代机最迟问世的时间不低于2030，最早在2025前就可以列装部队。而欧洲的6代机到2050甚至都不一定确保能够搞出来。至于俄罗斯能够在2040搞出真正意义上的6代机，就算很了不起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若中国6代机在近几年能够入役解放军，应该叫什么呢？名称是歼25还是歼30？而且国产战机是如何命名的？为什么以歼加编号的方式命名呢？实际上，中国军用飞机的命名规则是按照用途加序号的方式命名，当然只适用于在中国制造的军机。如我们从俄罗斯购买的苏27、苏35还是按照原来的名称，但是国产飞机则按照解放军给予的正式名称来定名。如解放军的歼击机的名称就是其首字歼加上数字序列号的命名方式，而名称的缩写为首字歼汉字拼音的首字 G 加上数字序列号，如歼10战斗机和其缩写 G10。其他军机命名规则也是大同小异，如轰炸机的代号为其首字轰加上数字序列号，缩写为轰首字拼音的 H 加上数字序列号，如轰6轰炸机缩写就是 H6。至于改进型号，则在飞机首字加上数字的后面标注英文字母，一般都是从 A 开始，如歼10A、歼10B、歼10C。目前为止，解放军空军的歼击机已经发展到了歼20，而中国飞机的数字序列号都是从5开始。中国第一架国产的歼击机是歼5，仿制米格17，第一架轰炸机是轰5，仿制伊尔28。为什么从5起步呢？主要是因为上世纪50时代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时表示要从无到有和世界先进水平之意，所以从5开始。因此后续才有歼7、8、9、10、11等战机的命名。现在空军装备最先进的战机就是歼20，其意义应该是代表21世纪20时代世界先进水平战机之意。按照这个命名推算，
服役的6代机有很大的可能被命名为歼30战机，意为其意义应该是代表21世纪30时代世界先进水平战机之意。当然，以上只是虎哥本人的猜测，毕竟为战机这事儿命名挺玄学的。海军的新隐形机就已经被命名为歼35了，这个数字和歼20足足差了15个数字，让人没整明白。所以咱解放军的6代机到底叫啥？那还是得说拭目以待。